比特币的震荡快结束了吗？比特币会下跌到哪里？市场的情绪获得修正了吗？美国政府要卖出手中的比特币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比特币周线的图表，我们在周线呢可以发现我们有很多不同级别的调整。这些箱体调整呢，因为我们是牛市，最后都是往上走。不过途中我们可以分成两种级别像这种200多天的呢，我会把它视为是周线级别的调整。那你可以发现这种周线级别的调整，它们的天数呢，并不会相差到太多。那我们这轮牛市周线的调整呢，也就只有发生2次，但是日线的调整呢，却不少像我们最底部63天、56天，然后还有这个位置也有一个63天的调整。那我们现在呢，我认为我们也是在走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那根据我们过往的牛市我们这种日线的调整呢，大概就是走2个月，也就是60天左右。那我们现在呢，从进入这个箱体到目前已经走了49天了。也就是如果我们和前面一样如果时间也相同的话，那我们大概呢就是再走1-2周的距离，我们就会突破这个区间，然后开启我们下一段的上涨。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我们当前它是在92000的位置已经支撑守住了。我们之前有谈到这波下跌最后很有可能走的就是一个锯齿浪的结构。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波下跌它最终有可能到达什么位置。我们之前有谈到过像这种 C 浪呢，它的下跌的时间还有级别幅度呢，非常有可能会和 A 浪非常的雷同。那如果和 A 浪非常雷同的话还是有产生许多种不同的走法比如说有可能直接走横的，这是比较强势的走法。那有可能呢走的比较弱势，就是直接下破92000。不过你可以观察以我们目前这一波锯齿浪的下跌我们是并没有在下跌的过程呢去放出太大的量能的。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在供应并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我们要产生很深的跌幅呢，其实就会比较困难那我也会认为即使我们跌破了92000呢，我们也不会把最底线85000的位置给跌穿。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我们这段调整的发展我们可以大概去判断我们下一段上涨它的强度是如何的。我们还可以发现呢，在昨天依然是流出，虽然说$149000000的流出一天，这其实并不算多，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整波的流入潮当中。那我们原本呢，流入潮已经被结束了，我们可以宣告我们是在12月的上旬呢就已经被结束了。那下一波的 ETF 流入潮呢，如果出现了，那就会引领我们开启下一段的上涨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境$100就送你$300的 Sonic 价值$300，这真的非常优惠以后基本上是很难有这种活动那我们来观察一下一些数据好了。其实市场因为这一波下跌呢，情绪也获得了比较完整的修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Futures Perpetual Funding Rate， 也就是在各家交易所的资金费率。你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以 0.01% 来当做基准现在各家交易所呢已经回复到了很接近 0.01% 左右所以我们可以得知在这波市场的修正过程呢，其实盘面已经情绪上看多的情绪是已经获得调整了。而且我们在原本这些看多的情绪呢，也就不是到非常非常的强烈那我们在经历了这段调整过后呢，其实我们盘面呢就只会变得更健康。我们的盘面并没有在这波调整的过程依旧是非常的看涨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用不同的角度我们刚统计了各家交易所，我们还可以从不同币种呢来分析一下资金费率。我们统计了几个主流的币种，包括比特币、以太坊、Solana、瑞波币还有狗狗币。你可以发现当我们之前在11月底、12月初，也就是比特币大概在$10万左右的时候呢，当时整个市场看多的情绪是非常浓烈的。不过后面经历了回调之后呢，大家的情绪反而变成是微微的看空。所以我们目前这一波调整已经把市场的情绪呢，还有市场上一些阻碍上涨的因素，其实都已经调整到了正常值
那我会认为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它很难出现升跌，因为通常我们在牛市当中啊，要有升跌，我们都是情绪出现了非常夸张的异常，我们才有可能调整很久啊，或者回调很深哦。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当时呢出现这种比较长时间的调整，这种周线级别的调整哦，我们当时在$74,000的情绪，还有我们当时在$30,000的情绪呢，第一次到达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看涨，那这就会让比特币的上涨呢形成阻碍，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或比较深的回调呢，才可以修正这个情绪。那我们现在呢，其实这种状况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从数据上就可以得知啊。那我也会认为呢，从技术上啊，我们这里走的它就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啊，所以它调整的时间呢，绝对不会到太长啊。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数据，我们从过往可以发现呢，只要交易所它有稳定币的流入，代表有资金的流入，币圈一旦可以涌入资金哦，那价格就可以上涨啊。而且资金的涌入呢，和价格的上涨哦，有非常密切、非常强的相关性。你可以发现哦，我们在过去11月一直到12月这段时间呢，币安它流入了非常多的稳定币，那这些稳定币的流入呢，就带动了这一波的上涨。那其实从我们今年的3月多以来到现在呢，就仅仅只发生过这一波流入潮。那我们可以往前稍微复盘一下，如果我们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行情啊，你也可以发现哦，从我们去年的3月左右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唯一有发生过一段比较好的上涨呢，其实也就只有这一段哦。那就是这段时间呢，资金疯狂的流入到币安当中，稳定币的形式啊。那像前面这种震荡呢，还有后面我们现在在走的震荡，它就是没有资金流入的。那如果说我们下一波多头趋势要开启呢，我相信我们是会看到疯狂的资金以稳定币的形式开始流入到币安，那我们就可以预示着下一波多头就已经开启了。你可以看到呢，目前在币安上面的稳定币储备啊，都没有在增加。那我相信等到我们多头开始的时候，稳定币的储备是一定会在增加的，因为币圈只要有资金流入，才有办法上涨。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Net Taker Volume。什么是 Taker 呢？我相信有做过买卖的人应该都很清楚哦。我们市场上面呢，单子主要有2种形式，一种就是 Taker， 一种是 Maker。那 Maker 呢，也就是你成为市场深度的创造者，你是把单子挂进这个深度池里面的。那 Taker 呢，就表示你不管这个深度池你就是把现在市场上所挂的单子给全部吃下来所以才叫做 Taker 就是拿取流动性的拿取者，还有流动性的提供者。那 Taker 手续费会比较贵一点而且通常呢会使用 Taker 的方式。其实 Taker 就是中文的市价，那 Maker 就是限价，会用市价买入或卖出这种方式呢，其实就表现了情绪，市场的情绪。你可以回想看看你什么时候会在市场上面用市价的方式买入或卖出？我相信，如果你会用市价买入那肯定是你现在很想买；你用市价卖出，肯定是你现在很想卖。那通常呢，如果很多人做出这种情绪性的决定，那才会是比较好的价位如果你想要有比较好的比特币价位的话，那你要挑选有很多人用市价卖出的时候，出现很强烈的卖出的情绪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呢，我们收集的筹码它才会是最划算的。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是 net 所以它是把买入去减卖出的市价买入减市价卖出。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去的1月7号、1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出现了非常非常巨量的市价卖出，那就可见其实当时在1月7号、1月8号的时候，市场上出现了非常看空的这种情绪。那像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呢，往往它会形成阶段性的底部，或者会是一个不错的买入时机点。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美国是否有出售他手中的比特币呢？我们都清楚美国是目前手中持有最多比特币的国家，但这些比特币呢，也不是美国它主动进行购买的。美国的这些比特币是犯罪所得，然后被没收，
才形成的持仓。那我去稍微检查了一下现在有消息传闻，之前的下跌是不是因为美国的抛售呢？其实并不是的，美国他们在过去的几天是并没有抛售比特币，他们一样持有198000颗所以美国抛售比特币就是个假消息。不过美国有没有可能去抛售它的比特币呢？尤其在近期之内，那美国其实已经获准出售了65亿美元的比特币。那这些比特币它都是由丝绸之路这个丝绸之路就是美国一个贩药的平台。那这个药，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类型的那它就是以比特币来去支付的。那上面的比特币呢都被缴获了，那大概是65亿美金。那法院呢是可以裁决，他们可以把这些比特币是可以卖出的。不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过去美国在卖出比特币的一些行为还有态度呢，我们可以来稍微做个预判像拜登总统他是民主党的，那我相信大家可以发现他在执政的过程对加密货币的一些干预，还有比较强势监管的这种态度。拜登呢，他有指示美国的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在牛市期间要出售数千枚的比特币。不过美国现在有很多舆论就有谈到，川普很有可能他在买比特币的时候，他会以更高的价格买。那如果说现在拜登以比较低的价位卖出，川普又以比较高的价格买入，那美国就亏钱了。所以当这种讨论度很高的时候呢，那拜登他的卖出比特币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那司法部在裁决过后呢，比特币下跌了 2.78%。不过我认为这个并不是重点因为比特币 2.78% 的下跌呢，它非常有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波动我们不用去过度联想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而且我们也无法获得证实它是否真的有这么强烈的相关性，很有可能是其他原因甚至我们是找不到真实的原因。那美国呢，从2023年的3月一直到现在大概2年的时间减少了38000颗的比特币，而且呢，他们可当了冤大头因为他们在抛售的时间呢，比特币就上涨了 375%。比特币在过去2年的涨幅，我相信也不用我多说。那即使美国它要卖出这些比特币呢，它也不会放到交易所里面，然后去把它卖出这种做法就是德国的做法。那当时德国卖出了5万枚的比特币，比特币的盘面大概下跌了30个百分点左右，对盘面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因为盘面的流动性呢，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充足的。那美国他们现在是持有大概20万颗的比特币，所以这个情况呢就只会加剧而已不过美国并不会以这种转入交易所并且卖出的方式，它会以公开拍卖。那这种方式呢，币圈的说法就叫做 OTC， 也就是场外交易那通常场外交易呢，都是这种有非常多比特币的巨金在进行交易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它是比较不会去影响到整个市场的价格波动的。而且呢，美国在过去卖出的这些比特币当中其实已经错失了非常非常巨额的利润在这么多年以来呢，美国总共没收犯罪所得并且出售了19万5千颗的比特币。那这些比特币呢，在过去的这几年只卖了 3.66 亿的美金不过以当前的价格做计算这些比特币就高达 182.5 亿的美金那你可以想见如果美国政府看到了他过去这些少赚的钱那我相信他们对未来要不要卖出比特币的决定呢，会变得更加谨慎一点而且呢 CryptoQuant 的创始人他表示根据已实现的市值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有谈到的 Realized Cap。我们市场呢，过去1年就流入了3790亿的美金注意这个 Realized Cap 它并不是指市值的增长市值的增长是 Market Cap， 这个 Realized Cap 是指真实投入市场上的资金，真实的资金那市场资金流入1年来到了3790亿的美金相当于每天是10亿多一点点左右。所以65亿美金的抛压呢，其实按照目前市场流入的速度大概只要1个礼拜，了不起10天，其实就可以被吸收掉所以比特币美国如果抛售比特币的话，当然对比特币是个利空而且对市场上呢也一定会有抛压但是
美国基本上要出售这些比特币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川普也很快会上任哦。那再来是，如果真的出售了，对市场的影响也会相对小一点哦，因为他们也会用 OTC 的方式来卖出。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